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初年，在奉化府西口镇有一户姓李的人家，李家家境贫寒，人口凋零，妹妹李红玉因为父母早年过世，从小跟着比她大3岁的哥哥李运良相依为命。李运良也是打心眼里疼爱这个乖巧懂事的妹妹。后来李运良到了娶亲的年纪，娶了同样是穷苦人家的女儿王氏为妻。王氏温柔贤惠，勤劳能干，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而且体贴丈夫，爱护小姑。一家人虽然不富裕，但日子也过得很舒心。很快，李红玉长成了16岁的大姑娘，即使穿着最朴素的粗布衣裳，也难以掩饰她那窈窕的身段，美丽的容貌。每当她走在路上，总会引来不少年轻后生爱慕的目光，甚至有年轻人一天到晚蹲在河边，只为了在她将洗衣服的时候偷偷多看上几眼。李运良见妹妹出落得如此美丽，心里既高兴又担忧，生怕妹妹被不老实的后生欺负，经常让妻子叮嘱红玉要遵守妇道，洁身自好。眼看着家里的门槛都要被上门提亲的媒人踏平了，李运良开始关心妹妹的亲事，决心为她寻摸一个家世清白、品性端正的良人共度一生。然而李运良和王氏前后选了好几个不错的后生，问红玉的意见时，红玉总是红着脸摇摇头，然后低头不语。李运良急了，大声询问妹妹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你满意呢？咱们只是普通人家，难道你还想嫁给达官贵人吗？红玉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楚楚可怜地说，哥哥，我不想早早嫁人，我想在家里帮着哥哥嫂嫂多料理家务。李运良一下子感动了，暗暗责备自己对妹妹的语气太严厉了。他动容地说，好妹妹，只要你能嫁个好人家，有个好归宿，这比什么都好。李红玉紧紧地咬住了下唇，欲言又止，背过脸去无奈地叹息了一声。日子过了1个多月，王氏忽然发现红玉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奇怪。已经是4月的暖阳天了，可她还是穿着厚厚的夹衣，宁可热得流汗也不肯换上轻便的单衣，人也变得慵懒无精打采，面庞日渐憔悴消瘦，腰肢却粗了不少。一日，姑嫂2人在灶间忙着做饭，红玉突然捂住口鼻，干呕不止。王氏连忙关切地问，红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红玉小声说道，嫂子，我没事。王氏看她遮遮掩掩的样子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。他把红玉拉进里屋，悄悄地问，红玉，这几天看你魂不守舍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？跟嫂子说说，看看嫂子能帮上忙吗？红玉一听，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，她鼓足了勇气，对王氏说，嫂子，我没脸见人了，我怀了身孕了。呜呜呜！王氏一听，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女子的贞洁很重要，未婚先孕可是要被治罪的，快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？王氏焦急地询问。谁知红玉却怎么也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，只是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。王氏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事已至此，徒悲也无益了，你既然不愿意说，一定是有难言之隐，我也不问了。只是你哥哥是个火爆脾气，这事若是让他知道了，一定得闹翻天，眼下只能先瞒着，慢慢地想办法了。红玉感激地拉住王氏的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姑嫂2人怀揣着秘密，整日里心神不宁，忐忑不安，不由得引起了李运良的疑心。一日，王氏趁着李运良去田里劳作，帮红玉解开了平时束缚的倦怠，好让她轻松一下。红玉的身孕已经快5个月了，肚子早就鼓了起来。谁知李运良这时突然回了家，他一眼看到了红玉隆起的肚子，
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他看着红玉躲闪的眼神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一时间火冒三丈，红着眼睛质问道：真是有辱家门，快说你腹中的孩子是哪个混蛋的？红玉倔强地咬紧牙关，就是不吐一个字。李运良怒火中烧，随手抄起一根木棍，抬手就要往红玉身上打去。王氏在一旁苦苦拦住。正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突然从外面传来一声请住手，大家不由得循声望去，只见邻居孙元忠走了进来。孙元忠就住在李家的隔壁，也是一个苦命的人，父母在前几年相继病故，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，一个人孤单的生活，辛勤劳作，努力偿还父母生前治病欠下的债务。孙元忠走进屋里，挡在红玉的面前，掷地有声地说：李大哥，红玉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屋里的那3个人一下子怔住了。李运良举起手里的木棍，狠狠地朝孙元忠的背上打去。你这个混账，竟然敢欺负我妹妹，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红玉和王氏回过神来，连忙去阻拦李运良，可是李运良的力气很大，2个人根本拦不住，而孙元忠也不躲不闪，心甘情愿地挨打。李运良打了几下，颓然地把木棍扔到地上，对孙元忠说：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能让你娶了红玉了，否则红玉就身败名裂了。孙元忠眼睛里露出欣喜之情，拍着胸脯说：李大哥，你放心，红玉嫁给我，我绝不会亏待她的。李运良又无奈地看了妹妹一眼，叹着气走了出去。孙元忠虽然家徒四壁，但是品性不错，勤劳忠厚，平日里街坊邻居的住着，这一点李运良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他才肯把红玉嫁给他。因为红玉的身孕，所以亲事办得很仓促。成亲的那天晚上，红玉穿着大红的嫁衣，坐在床沿，悠悠地问道：孩子明明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呢？孙元忠看着红玉，诚恳地说：你始终不肯说出那个人来，你哥哥又在气头上，肯定不会甘休。况且若是传了出去，你姑娘的名声就糟蹋了。所以他忽然脸红了，低下头嗫嚅道：还有一个原因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只是我家里太穷，所以一直不敢说，只能藏在心里。红玉惊讶地看着他，眼睛湿润了。那你就真的不想知道我腹中孩子的父亲是谁吗？孙元忠连忙摆摆手说：我真的不想知道这个，我只知道以后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亲骨肉，我会好好对待你们娘俩的。红玉泣不成声，捂住孙元忠的手，叫道：元忠。说完，夫妻2人相拥在了一起。成亲以后，为了避人耳目，孙元忠带着红玉离开了溪口镇，到了别的镇上过活。几个月以后，红玉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。孙元忠高兴地给孩子取名叫做孙志远，并且真的把他当作亲生子一般疼爱有加。红玉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庆幸自己嫁对了人。又过了3年，她给丈夫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一家4口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转眼间，孙志远长成了一个15、16岁的翩翩少年，他不愿意一辈子束缚在土地上，决心出门去学一门手艺。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后，他带着盘缠离开了家门，来到了热闹的奉化府。孙志远来到了一家布行当学徒，跟着老师傅学染布的手艺。他勤奋好学，做事踏实，深得师傅的喜欢。而另外一个和他一起做学徒的年轻人许世高却油嘴滑舌，时常偷懒。这家布行的掌柜姓刘，叫刘太来，40多岁，原本也是这家布行的伙计，因为精明能干，被老掌柜招做了乘龙快婿。妻子甄氏，名月如，知书达理，秉性温柔。2人成亲以后，日子也算过得和顺，但甄氏始终郁郁寡欢，
对刘太来态度淡淡的，两人的感情很是疏离。成亲10几年来，甄氏只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名字叫做采薇，芳龄15岁，生得明眸皓齿，楚楚动人。刘太来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，继承家业，可是甄氏生下女儿之后，10几年来一直不曾再受孕。刘太来对此耿耿于怀。当年他曾经在老岳父面前发过誓言，此生此世只娶甄月如一人，绝不纳妾，才取得了老岳父的信任，把独生的女儿和偌大的家业都交给了他。如今岳父早已作古，妻子又一直生不出儿子，他便动起了纳妾的心思。很快，他便纳了一房如花似玉的小妾，这小妾名叫曼娘，年方20，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儿，不甘心嫁给平民百姓，可又高攀不起权贵人家，一来二去年龄也大了，只好嫁给了刘太来做妾。起初，刘太来担心妻子会不满闹事，不敢把曼娘娶进家里，只在外面另了房子金屋藏娇。后来见妻子并不在意，便有恃无恐，明目张胆地把曼娘接到了家里。甄氏对此也毫无怨言。只过了大半年，曼娘就怀了身孕。刘太来欣喜不已，恨不得把曼娘捧上了天，每天山珍海味绫罗绸缎伺候着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怀胎10月，一朝分娩，曼娘肚子很争气，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。这下可把刘太来高兴坏了，送给曼娘数不清的金银珠宝作为生子的奖赏。曼娘自是生下了儿子，不免傲慢起来，甚至渐渐地不把甄月如放在眼里了。晴平日里颐指气使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做派。孙志远在刘家的布行干了1年有余，染布的手艺已经纯熟了。他染出的布匹色泽明丽，却不媚俗，而且颜色经久不掉。他心灵手巧，独具匠心，自己琢磨出了许多美丽别致的花色，引起了刘家小姐刘采薇的注意。刘采薇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眉目清朗、勤劳朴实的年轻人，经常去后院里看孙志远染布，还不怕脏不怕累地给他打下手。孙志远也慢慢地对采薇产生了好感，但是2个人家世悬殊，他默默地将自己的感情埋在了心底。一天夜里，孙志远正在床上睡觉，朦朦胧胧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，还以为是闹老鼠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一瞧，发现同屋的许世高悄悄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屋子。孙志远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许世高又要去库房偷布匹了，因为他以前偷布匹被现场抓住过几回，可就是记吃不记打。孙志远也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跟在了他的身后。可出了屋子之后，许世高并没有往库房的方向走，而是溜到了小妾曼娘的房门外。孙志远躲在拐角处紧紧地盯着他，只见他在曼娘的窗户上轻轻地敲了3下，房门应声而开。许世高四下张望了几眼，闪身进了屋子。孙志远来到窗户外，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，只听得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秽语。孙志远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这许世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和刘太来的小妾曼娘勾搭上了。今夜趁着刘太来外出收账不在家，便偷偷来行鱼水之欢。孙志远恶心地听着2人的动静，刚想离开，忽然听到许世高说道：“咱们这样做野鸳鸯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什么时候想个法子把刘太来解决了才对。”孙志远大吃一惊，连忙又贴近窗户，细细倾听。曼娘娇滴滴地说：“急什么？只要咱们的儿子长大了，继承了这家业，不迟早都是咱们的吗？”许世高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哼，自己不中用，生不出儿子来，一想到我的儿子要认别人做爹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去。”曼娘娇嗔地说：“你就这么沉不住气？只要能把刘家的家产拿到手，叫他几声爹又怎么了？”孙志远在窗外偷听到这一番话，
顿时觉得后背发凉。原来他们在酝酿着这样一个阴谋，而且曼娘生下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刘太来的，而是许世高的。孙志远听屋子里的两人不再说话，便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屋子。快要天亮的时候，许世高悄悄溜了回来，孙志远蒙着被子假装呼呼大睡。天一放亮，孙志远就来到了甄氏的屋子，将昨天夜里听到了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甄月如。甄月如也很是吃惊，但随即镇定下来。他让孙志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件事情他来想办法解决。孙志远走后，甄月如望着堂案上父亲的灵位，喃喃地说：爹爹啊，你终究是被蒙蔽了，我一定会守住家业的。过了几天，刘太来从外面收账回来了，几日不见儿子，他想念得很，抱着儿子狠狠地亲了几口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刘太来发现家里的伙计佣人们经常背着自己小声地嘀咕什么，看到他来了就连忙散开，弄得他莫名其妙。这天午后，他刚走进甄氏住的院子，就看见两个小丫鬟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看见他来了，就像看到老虎似的，马上停止了私聊。刘太来怒气冲冲地喝问：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说什么呢？快说！两个小丫头吓得战战兢兢地说：老爷，有传言说小少爷他……小丫鬟吞吞吐吐的不敢说出来。刘太来不耐烦地催促道：小少爷怎么了？你倒是快说呀！小丫鬟只好硬着头皮说：传言说小少爷长得跟您一点也不像，可能不是您亲生的。胡说八道！刘太来雷霆大怒，一巴掌打在小丫鬟的脸上，两个小丫鬟哭着跑开了。刘太来气冲冲地走进屋子，脸色十分阴沉。甄月如明之故问道：官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脸色这样难看？刘太来把刚才小丫鬟的话说了一遍。甄月如想了想，说道：我最近也听到了不少这样的闲言碎语，本来以为是别人胡嚼舌头，可后来我仔细观察那孩子，确实长得和老爷不太像。当然，单凭相貌而不能完全断定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一断真假。若这孩子真是你的骨肉，也就可以洗去嫌疑，堵住众人的嘴了。刘太来迫不及待地问：夫人，你有什么法子？甄月如从容地说：古书上记载，有个滴血认亲的法子，可以判断两个人是否是至亲，就是把两个人的血滴进同一碗水里，若是相容，就是亲骨肉；若是不相容，就不是亲骨肉。老爷，您可以试试。刘太来迟疑地问：这法子真的灵验吗？甄月如点头道：古书上说这个法子灵验得很。刘太来下定决心，说道：那就试一试。他吩咐奶妈把儿子抱了过来，甄氏亲手端来一碗清水，刘太来自己用一根银针在儿子柔嫩的手指上扎了一下，挤出一滴鲜血滴入碗中，又用银针扎破自己的手指，同样挤出一滴鲜血滴入了水中。只见两滴鲜血在水中互不相容。刘太来看了，勃然大怒，吩咐佣人立即把曼娘找来。曼娘被带了来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刘太来厉声喝问：你如实回答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曼娘一惊，心虚不已，嘴上却还抢辩道：孩子当然是老爷的骨血，老爷您万万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呀。刘太来将碗端到曼娘面前，说道：证据在此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曼娘哭哭啼啼地说：老爷，您千万不要被这伎俩蒙蔽了眼睛，孩子真的是您亲生的。甄月如在一旁冷冷地说：曼娘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志远，把人带上来。话音刚落，孙志远和另外一个伙计就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进来。曼娘抬头一看，正是许世高，他一下子花容失色，瘫坐在地上。甄氏对众人说：我只不过放了点风声出去，
这姓许的不惊吓，这就想跑路了。幸亏志远的动作快，拦住了他。老爷，您千疼万疼的儿子就是曼娘和这个奸人生的。此时曼娘已经吓得昏死了过去，许世高跪倒在地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嘴里说着：老爷夫人饶命，都是小夫人勾引小人的。甄月如嘴角一扬，冷笑道：胆小如鼠。刘太来阴沉着脸说道：来人，把他们送到官府里去，让县太爷发落。这个孩子给我送到育婴堂去。甄月如看了一眼正在哇哇大哭的孩子，说道：稚子无辜，老爷还是发发慈心吧。我已经寻了一户无子无女的人家，就将这孩子交给他们抚养吧。刘太来默默点头同意了。甄月如又说道：这件事情孙志远的功劳不小，我知道他和采薇早就两情相悦，他的为人老爷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我想成全他们二人的婚事，不知老爷意下如何？刘太来仿佛被抽干了一般，有气无力地说：夫人慧眼识人才，夫人做主即可。孙志远和刘采薇听了，内心的欢喜无以言表。刘太来对孙志远说道：婚姻大事，也该知会你的父亲母亲才是。明日我们就亲自登门去拜访令尊和令亲。晚间，刘采薇避开父亲，悄悄地问甄月如：母亲，滴血认亲真的那么灵验吗？甄月如淡淡一笑，说：哪有什么灵验不灵验的，不过是我偷偷在水中滴了清油而已，任谁的血滴在一起也是不会相容的。次日一早，刘太来夫妇就带着礼物跟随着孙志远来到了乡下的家里。可当刘太来看到李红玉的时候，一下子怔住了。李红玉也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地说：怎么会是你？原来刘太来就是李红玉当年始终不肯说出来的那个让她怀孕的人。当年李红玉经常把在家里织好的土布拿到溪口镇的布行里去卖，换点银两来补贴家用。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在布行当伙计的刘太来。刘太来相貌堂堂，又能说会道，很会讨女子的欢心。他见红玉面容清秀，心地单纯，便有心接近她。每次红玉来步行的时候，他都热情地招呼她，价钱给得高高的，还暗地里送她一些漂亮的花布。红玉涉世不深，渐渐地对刘太来产生了好感。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开始私下里约会。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两个人按捺不住，偷吃了禁果。想不到的是，红玉竟然怀上了身孕。她慌乱无措地去找刘太来，想让刘太来赶快娶了自己。刘太来表面上应承下来，先把红玉稳住，心里却在不断地盘算。他是一个精明的人，不愿意娶一个一穷二白的乡下姑娘，于是他打掂了盘缠，连夜逃走了。红玉再次到布行找刘太来，却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，顿时傻了眼。茫茫人海，到哪里去找他呢？可怜的姑娘，怀揣着满腹的心事，却没有人可以诉说，只能每日里拼命掩饰，强颜欢笑。终于被哥哥嫂嫂发现了，才有了之后的事情。话说刘太来逃到了奉化府，投身到了甄家的布行当伙计。他口齿伶俐，心思活络，很得甄老掌柜的赏识，娶了甄月如，成了乘龙快婿和新的布行掌柜。没想到10几年过去了，两个人还能在这种场合中再次相遇。刘太来看着孙志远，声音颤抖地问红玉道：这难道是我的儿子吗？红玉以手掩面，哽咽不语，默默点了点头。刘太来愧疚地长叹道：我愧为人父啊。孙志远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脸色唰地变得苍白，痛苦地说：那我和采薇岂不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众人都沉默了，屋子里静得可怕。忽然甄月如打破了沉默：你们不是亲兄妹，采薇并不是刘太来的亲生女儿，
这一句话犹如平静的池水中投入来一颗石子，一下子激起了层层涟漪。众人都惊讶地望向他。甄月如整理了一下情绪，缓缓地说：这是我做的一件丑事。当初我并不想嫁给刘太来，我本来已经有了心上人，但他只是一个穷书生，所以我爹爹始终不同意我们的亲事。后来书生为了考取功名，衣锦还乡迎娶我，便进京去赶考，不想在半路感染了风寒，竟然一病不起。我苦苦等来的却是他亡故的消息，而那时我刚刚有了身孕。在他进京赶考之前，我们有了肌肤之亲，就那一次竟然有了我们的女儿采薇。后来爹爹把我嫁给了刘太来，我虽然不愿意，但是也身不由己，所以虽然刘太来违背誓言纳妾生子，我也并没有阻拦，毕竟我也对不住他。刘太来听了这一切的原委，恍若大梦了一场，一切是那样的不真实，却又是那样的真实。红玉感慨道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放下了怨恨之心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如今两个孩子能走到一起，这是天大的缘分。于是两家人当即就为孙志远和刘采薇办了亲事。刘太来也悉心地教着女婿料理不行的生意，自己慢慢退居到了幕后。孙志远凭借着高超的染布手艺和忠厚朴实的品性，把布行的生意越做越大。隔年，刘采薇为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夫妻俩琴瑟和鸣，生活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。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